哎，不好意思啊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大老爷们等个电梯还插队，你好意思吗？不好意思啊，对不起，着急。严小晨，严小晨是哪位？哦，进来吧。等一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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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，你上。谢谢啊，来，我帮你谢拿。谢谢谢。第一次怀孕吗？是，结婚了吗？离婚了。有人陪你一起来吗？我们是有规定的，做人流手术最好是有家属陪同。你们要仔细确认了手术同意书上的所有内容，签字之后才能进行手术。有任何后果，我都自己承担，所以我自己签字确认就可以了。你还有什么疑问吗？都可以问。事关你的身体，我们也希望能够充分的沟通，避免有可能产生的一些风险，确保你在术后得到良好的恢复。我做完手术之后需要请假休息吗？当然，无痛人流只是在手术的过程当中通过麻醉减轻疼痛和不适，但是在术后的半个月之内，还是会有可能产生一些持续出血的现象。如果你不休息好，会引起感染，甚至引发盆腔炎。所以必须通过充分的休息和一些口服的药物来促进你子宫的恢复，并且术后半个月之后及时来医院复查，避免留下不良的影响。我最后再跟您确认一下，手术前一天晚上10点之后不能进水进食。你从昨晚10点之后到现在没有再喝水吃东西吧？没有。好，手术同意书你看一下，签个字，签字之后就可以让护士带你去手术室进行准备了。干什么呢？男士止步。对不起啊。护士，不好意思啊，我问一下，这里面有没有一个病人叫严小晨？请问您是病人的家属吗？我是他朋友。病人的隐私我们无权透露。小晨，你不能这么做。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？我看你出了公司，不放心就跟过来了。这位先生，马上就要手术了，请您在外面等一下。小陈，这件事情你一定要想清楚，别做让自己后悔的事情啊！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！我考虑得很清楚了，我现在是个成年人，我自己要做什么事情我自己能决定。你们快推我进去！等一下，小陈，你知不知道我为什么不告诉你事情？因为我知道你是真心爱在身后的。现在你们不得已而分开，你不能因为一时冲动而打掉你们的孩子，你知不知道啊？这位先生，请问您是他的亲人吗？不是。你是他现在的男朋友吗？不是。你是他体内受精卵的精子提供者吗？通俗的说，你是他孩子的父亲吗？不是。
那么抱歉，既然你无法为他负任何责任，恐怕也无权干涉他的决定。麻烦在外面等一下吧。进去吧。张浩先生您好，我真的非常诚心的想请您跟我一起吃个饭，地点我已经定好了，时间由您来决定。我应该好好谢谢你这段时间对我的帮助，但是我们两个之间差距太大了，所以我也不知道我在什么地方可以帮得到你。也就只能是说谢谢再谢谢了，希望以后能有机会让我还你这个人情吧。拜拜。就是因为我们家穷，没钱没地位，所以好欺负的。如果不是因为他的自私，我当年根本就不会钓到，我爸根本就不会出意外。是他间接杀害了我爸，他毁了我们一家。你为什么不经过我同意就跟着我回家？窥探别人隐私很好玩是吗？还是你觉得你帮过我，你就可以随便进入我的生活？这可不是之前的所谓的朋友还是老乡能解释得清楚的吧？我只是觉得，有的时候就算你知道真相，但不一定换回来好的结果。我只想看到你开心。我不想看到你难过。所以，与其让所有人都痛苦，还不如自己先结束这段感情。我只知道，我现在只有这一种选择。杨小晨，杨小晨，开门！杨小晨，开门！先生，请你保持安静，这里不让喧哗。我现在可以回答你刚才问我的问题，我可以对他负责任。我不是他的亲人，我也不是他的男朋友，我也不是孩子的父亲，但是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你，我可以用我自己的人生对他的人生负责。我现在就要去干涉他的决定。杨晨，开门！先生，你冷静一点。杨晨，先生。别人自己放弃了手术，你现在可以带他回去了。我们下面还要准备另一台手术呢。对不起。
好意思给我们点时间？我明明已经下定决心了，而且我也知道，我只有这样做才是对大家都好。可你知不知道，我刚才一躺在那儿，我发现我做不到。别自责了，你的选择是正确的。我现在我也不知道我的选择到底是正确的还是错的，我只知道孩子是无辜的，我真的没有权利去结束他的生命。虽然我现在给不了他应该拥有的一切，也许他以后也会恨我，但是我现在。我只想尽我的全力，好好的去呵护他，我要把他留下来。放心吧，一切都会好起来的，啊！你要不先去房间里面把衣服换了，我在楼下等你。不好意思啊。没事儿，他真的蛮关心你的。谢谢。你最近都没怎么好好吃饭吧？给我20分钟，给你做顿好吃的。啊？去沙发上休息吧。啊，我帮你吧。不用了。需要帮你做什么吗？不用了。我帮你洗菜。真不用。我给你倒杯水啊。谢谢。妈呀，我来吧，我来吧，我来吃吧。哎，没事，我可以的。哎，你慢点。呀，哎呦，你看嘛，我发现，我每次心情特别不好的时候，你都会请我吃好吃的。谢谢。嘴里面有东西，心里面就不会那么空了。好好吃饭，营养才跟得上。你现在啊，最重要的就是养好你自己的身体，这样才有力气继续战斗下去，对不对？小小啊，这难过归难过啊，但你得吃饱饭呐。你不吃饱了，你怎么能去战斗啊？怎么了？没事儿。来，谢谢。小小啊，你看你这门锁的，真把自己锁上了哈。你看爸爸给你做的鱼汤，
爱喝吗？吃。吃饱了吗？要不要下楼走一走啊？刚好，可以送你回去。不用不用，我自己回去就可以了。我不是特意送你，就是吃饱了饭，出去散散步而已。好，好，那我收拾一下。你不用管，不用管。沈红，猴子，你别跑了，哎，猴子，你来这儿是因为还在想他吗？我只是想来看看，和过去道个别。我原来还没和他在一起的时候，我和他的感觉就像是黑夜和白昼，永远擦肩而过。又特别像天空和大海，虽然彼此映照着对方，但是天空永远拥抱不到海洋。我和他是在这儿开始的。就让这段感情在开始的地方结束吧。
这个地方风太大了，别感冒了。我们回去吧。袁小晨。怎么一个人在这儿啊？心情不好？心里堵得慌，上来透透气。你每天都这么忧心忡忡的，对肚子里面的孩子不好。这人啊，有时候心情好与不好不是自己能决定，况且我还经常决定不了。你突然想打掉孩子，是因为你妈那天给你打的电话吗？我们那天在医院被我老家邻居阿姨看见了，她告诉了我妈，我妈就非逼我回去跟她解释。可如果我告诉我妈说我跟沈侯结了婚又离了婚，她肯定不会让我把这孩子留下来的。所以，我还不如自己做一个了断。那孩子的事情，你想怎么跟你妈说？我可能会被打一顿，然后她会跟我断绝母女关系。这样已经习惯了，但是既然我已经决定要把孩子留下来，我就会尽我最大的努力，给他最好的生活，陪着他长大。你知道吗？单亲妈妈不好做的，有许多现实的问题需要解决。别的不说，孩子是没有父亲的，本身就要承受各种异样的眼光。要是你妈也不接受的话，光凭你一个人的爱，恐怕不能弥补她内心的缺失。这样对孩子成长非常不利。我的人生怎么那么难啊？你早晚会知道，长的是磨难，短的才是人生。所以这就是我的人生，我必须要独自去面对这些。我现在有一个办法，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。什么办法？就是我跟你结婚，这个孩子所有的问题都不会再是问题。你也可以告诉你妈，这个孩子是我的。陈志远，你疯了！你是不是有病啊？你就当我有病吧。哎，不是为什么呢？你要钱有钱，要事业有事业，要相貌有相貌。只要你说一句你想结婚，应该大把的姑娘想追着你来吧？你为什么要找我呢？那只是一种形式，你可以当做是一种交易。
交易，那交易也是要在双方都有利可图的情况下才能正常进行吧？我在这个婚姻中我能得到好处，那你呢？你能得到什么？好，那我就来说说我们彼此之间获得的好处。首先，你需要婚姻来养育这个孩子，对不对？啊，你要给你妈、给你的亲人一个交代，算是解决了你眼前最急迫的问题。而我也需要婚姻，来给我的家人、给我的亲人一个交代，让他们不用再为我的婚姻而操心，我也可以安心的继续做我的事业。所以我觉得，我跟你结婚是一件双赢的事情。你的理由虽然听上去都很有道理，但是我认为还是不可取。你我非亲非故的，你为什么要帮我呢？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呢？对不起。喂，妈。杨小晨，我现在在车站，你立刻来接我。哎，怎么了？我妈来了，她在车站。哎，你现在过去不太合适吧？你妈现在在气头上，你还怀着孕，这万一真的要动起手来，这样吧，我先让老李接你妈去我家。为什么要去你家呀？你跟你妈现在最好不要单独见面，有我这个外人在，你妈多少也会顾忌一些。但是我总得自己去面对这些问题吧。我现在是在为你肚子里面的孩子考虑。程总，辛苦了，老李。阿姨，请进。妈，房子挺大呀，你的，你够有钱的啊。叶小晨，你本事够大的，知道傍大款了。我跟你爸爸这一辈子本本分分的，怎么有你这么个女儿啊？我没有妈，丢脸！阿姨，你给我们的脸都丢尽了，你呀！轻点。你撒手！妈，我没有，没有，那沈侯怎么说啊？你不是因为傍大款把他甩了吗？你告诉我，这肚子里的孩子谁的？说！妈，有本事做不敢认是吗？你跟我说，这到底是谁的？阿姨，这孩子是我的。不是妈，你听我解释，这怎么回事啊？你们这到底做的是什么事情啊？啊？妈，我都没脸！严之强，你怎么养出这么个闺女？我说不让你上上海，不让你上上海，上海你就学这个呀你？啊？你听我说，不要脸呢你啊！我都觉得没脸。妈，没有你这么个女儿，我不是你妈。妈，你听我说，这孩子不是他的，这孩子是……不是，阿姨，这孩子就是我的。刚才小陈跟我置气呢，所以才说这孩子不是我的。小陈有男朋友，你为什么要这么折腾他呀你？
你们这两个人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现在这怎么办呢？啊？阿姨，您放心，我一定会跟小陈结婚的，我会对他负责到底，给他一个幸福美满的生活。我是真心爱他的。就是胡来，真是。看来现在只能这样了。可是，你大好的条件，你怎么就甘心被我这么耽误啊？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，我现在也不着急结婚，你也没耽误我什么，我只是在我空闲的时间里面帮了你一个小忙。结婚对你来说，就只是个小忙啊？我觉得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是绝对的，它没有绝对的好，也没有绝对的坏。既然事情已经发生了，那我们就坦然面对。如果你遇到了你喜欢的人，一定要告诉我，我们就马上离婚。好，我答应你，等过了这关，将来的事情我们将来再说。来，新娘子笑一下。好，来，再笑开一点。没关系，就这么拍吧。哎，好，来，1、2。这不会是假证吧？妈，您放心，这肯定是真的。我下午就回去了。程志远，光领了证是不够的。你们两个做出这样的事，丢尽了我们老严家的脸面。怎么挽回，还要看婚礼怎么办。妈，您放心，我一定会让小陈风风光光的嫁过来的。等婚礼的事准备好了，我们就回去接您。
结婚请柬就这么发了？你真不打算做点什么了？你觉得我能做点什么呀？乔宇，你出去一下，我有话要说。我要休假，休长假。我最近实在是太累了，我要去欧洲，机票和酒店都订好了，你什么都不用说，我一定要走。不过没说我不放人，你确实应该好好休息一下，玩得开心。不管你休多长时间的假，都是带薪的。程总真慷慨，那我不客气了。对了，程总。抽空把你们家密码锁的密码换一下吧。万一哪天我喝多了酒，再去你们家，程太太该误会了。我上周已经改了。乔总，热闹好看吗？哎，Cindy 姐，跟我没关系。等会儿再说。哦。行了，别看了，忙你们的。怎么了？对不起，我就是要来跟你解释这个事情。我和陈总是假结婚，因为我怀了沈侯的孩子，但是我和他现在不能在一起，所以陈总就帮我隐瞒这个事实，用婚姻帮你。这个其中有太多事情，我不知道怎么去跟你解释。但是，我和他真的就是假结婚，我俩不掺杂任何感情。你没有掺杂感情，不代表他没有掺杂感情。等我度过这一关，我会第一时间跟他离婚的。什么时候？把孩子生下来的时候。我无话可说，请你出去吧。对不起。叶小晨，你的婚礼我是不会去的，我无法给你们祝福。这也没什么好祝福的。怎么了？你这么满脸乌云呢？
们沈豪终于要结婚了，这不好事吗？你丧个脸！程志远，怎么会是他呀？我和沈豪结束了。为什么呀？我们之间发生了一些没有办法化解的事情。命运跟我开了个特别大的玩笑。那你不想说，我就不问你了。不过像你这么倔的人都认输了，看来这个玩笑开的不小。那你怎么又要嫁给程志远呢？我怀孕了。身后的。程志远知道吗？他知道呀，所以他才为了维护我的名声跟我结婚。但是我们之前也说得很清楚。那我真的不得不说，程志远这个人挺好的。所以，我只要把孩子生下来，就赶快跟他离婚，不能这样耗着他。那沈红能接受吗？他只能接受。严小晨，那你自己呢？伟彤，你知道情深不寿吗？两个人在一起不是结果，两个人结婚也不是结果。这种感情就注定要分开。我和沈后在一起的日子，我特别开心，特别快乐。但是那些日子我都心里面有很多顾虑，我都在收着，我放不开我自己。如果我知道我和他的开心快乐只有这么短暂的时光，我一定会毫不犹豫地好好去爱。可是现在呢？现在一切都结束了，我认命了。才多大呀？搞得暮气沉沉的。人生的路还长着呢，以后会遇到什么样的人、什么样的事儿，你都不知道。我给你当伴娘吧。不管怎么样，不管是不是和你最爱的人结婚，但婚礼是一场人生中奇妙的体验啊！别想那么多，就当一次经历，放轻松。我陪着你。谢谢你。干嘛？猴子不接我电话，我有点担心。我来看看他。
孩子，你来的正好啊！哎呀，你们两个从小一起玩大的，你去劝劝他，说不定他能听得进去呢。啊，包我身上，他在屋里吗？在，连我们都不想见。这个混蛋，我帮你说的啊！我先上去了，干嘛？猴子，你开门，你别跟我装死。开门，我沈豪，你死没死？给句话。行，没死就行啊。哎呀，我告诉你，沈豪，我不知道你跟严小晨到底出什么问题了，我也不知道到底发生什么了，但我只知道。你现在必须自己重新振作起来，你听见没有？你要再继续这样，全世界都抛弃你了，你听见没有？开门，开门，让我进去。沈豪，你再这样，我也不管你，听没听见？开门，你不开是吧？不开我也走了，我告诉你，我数3下啊，赶紧给我把门开开。3、2、1。行，我走了啊！以后我也不管你了。哎呦，这件真不错，比前几件都好看。哎，我觉得这件特别好，你觉得呢？都行。我说你这人怎么这么敷衍呢？哎，你懂不懂啊？人这结婚一辈子就这一次，咱们伴娘要是能打扮得漂漂亮亮的，那新娘在台上多有面啊！你看我一眼，帮我挑一下。好看。魏彤，我说看一眼，你还真就看一眼啊？你能不能走点心啊？走心啊？那好看吗？真的？行，那就这件了。这婚纱是真好看啊！魏彤，你能不能好好跟我说话？你能不能给我点意见吗？我都申那么多件了。哎，小陈呢？小陈，可以试了。好。桃花给我啊！你有什么需要？也没什么事儿，就是想让你陪我们喝2杯。不好意思，我们这边有规定，不能。哎，着什么急呢？就喝一杯，来。啊，不好意思，我不能。哎呀，喝一杯嘛，喝一杯，没事儿，真没事儿。哎呀，别不好意思嘛。我们这里不能喝酒。哎呀，有事。能
不能清醒点？你疯了你！别，丧德性是吧？别，什么误会？喝多了。他妈张胆！等一下，小心，别让他走！跟我来！你怎么会在这儿？你疯了？你刚刚在干嘛？不是，你拉着我干嘛？你松手啊！不是你松手！跑什么呀？我正想找人打架呢。你看那人什么德行，正好欠打。什么事把你弄成这样啊？没事儿，我就想喝酒，我还没喝完，进去再喝点。跟我来，换个地方喝。哎，我自己能走，你能不能别拉着我？跟我来。哇，不愧是量身定做的限量版婚纱啊！看着做工，我这得花多少钱啊？你未婚夫还挺了解你的嘛。不过我没有想到，最后给你穿上婚纱的人是他，不是沈侯。我倒是觉得呀，没有比程总更适合我们小陈的了，是不是？墙头草，你什么意思啊？什么意思啊？大家都是大学同学，就你对小陈好，是不是？同不同学的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是 DH 的员工，那是你老板，你这马屁拍的。那程总还是小陈的老板呢？那照你这么说，小陈嫁给程总是为了什么？我能不能把你这张嘴撕了呀？小陈，姑奶奶，我错了，我没有别的意思，我这张嘴你知道。好了，你心直口快的，大学4年，大家都习惯。你原谅我了。哎，星辉，你最近和倩倩有联系吗？大家平时都各忙各的，没什么联系了。哎，不过你要是想让她来参加婚礼，我可以给她发个信息通知她一下。哈，你发呀，发就发。我觉得你身上这套不错，你觉得呢？就这套吧。那新郎的衣服你还看吗？他的，等他自己来了，让他选吧。他来了。程总，很漂亮。真没想到，过了这么久，我们还可以坐在这儿聊天，一起喝酒。没事啊，你别难过，工作哪儿都能找到的。我跟你说，你要相信我，你肯定能找到一个特别合适你的公司。
谢谢。你们的深思现在还招人吗？我可以从底层干起，没关系的。我跟你说实话，我最近呢，跟我妈闹别扭。算了，回头我帮你问问。来，谢谢。老同学之前不说这个啊，一口就行了，一口就。那你跟你妈为什么闹别扭啊？没事儿。不会又是因为你跟严小晨之间……别说了。来，继续喝，干了。好。老李啊，哎，车里温度调高一点。好的。你要是不舒服的话，明天就不用去公司了，帮你请个假。没关系，我没事儿，挺好的。太太，我们到了。李师傅，您以后还是叫我严小姐吧，您叫我太太，我不太习惯。好的，严小姐。谢谢。需要我的时候，记得随时给我打电话。你回去吧，我上去了。小小，你回来接我。小小，你为什么？你为什么对我？你为什么要跟我在一起？为什么怀了正月的孩子？为什么？严小晨脚踏两只船，怀了程志远的孩子。小晨下周结婚，你愿意来参加吗？啊，这就搞定了。小陈还是你厉害啊！看这些人啊，本来都不应该是你做的事儿。哎呦，一个部门嘛，谁做不都一样？怎么了？
我私底下问你个问题啊，你跟陈总现在的这种关系，我应该怎么称呼你们的？哎，你偷偷告诉我，我谁也不会说的。哎呦，我这张嘴特别的严。你们组也太认真了吧？午休时间还在开会。你是多了一碗屎吗？罗瑞元，你怎么会吃这种东西？没事吧，小陈？他怎么了？不会是被我的罗志伟熏到了吧？他有了。真的？我说什么你都信，我话那么好听。哎，最近真有一事让我特别苦恼。什么事儿？有人喜欢我。哎，谁呀？就是公司一前台叫潘大，不知道你认不认识？给你这，拿走啊！哎呦，快，潘大，到我办公室来一下。小陈，一起吃饭呀？走呀。你们去吃吧。我看你什么都吃不下，我就准备了一些家乡菜，估计你能吃几口。来，坐。我早上自己做的，微波炉加热了，味道可能会差一点。来，不客气。不客气。对了，小陈，你妈那边，我觉得我们应该尽快去一趟，安抚一下她的情绪。我有个想法啊，你听一下。明天啊，我们就去见她，顺便把她接来上海。参加完婚礼之后，你妈就可以直接住在这边了。你现在怀着孕呢，也需要人照顾。我在我们家那栋楼里面租了一间1室1厅的房子给她住。你安排的那么好，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了。你要是觉得不合适的话，我们可以再讨论讨论，改变方案。你是不是怕我不知道怎么跟我妈相处啊？我们现在已经是夫妻了，什么事情都交给我来做就行了，你只需要照顾好自己，好好休息就行了。来，吃点儿，味道怎么样？好吃。爸，妈，醒了。昨天晚上是倩倩送你回来的，你们俩。爸，你别瞎讲。妈，最近公司还招人吗？你想招什么人呢？倩倩，他们家公司最近出问题了，所以我答应他，问下我们公司还招不招人。你想招就招吧，但还是那句话，你自己得先进来。妈，孩子，你听我说，我和你妈知道你最近心情不好，我们也不是故意要逼你，啊。你妈最近偏头痛，痛得厉害，我们去医院检查了一下，医生说需要你妈要休息一段时间。你不信，你看，这血压都不稳定。喂？什么？哎呀，这不小爷们，回来看你妈了。哎，蛮好的嘛。哎，你看呀，这老爷家的闺女，她绑上大款了。哎呦，这女婿看着挺有钱的，带那么多礼品。哎，
老刘可有福气了。妈。妈，你别收拾了，我俩有话跟你说。来，客人请喝水。谢谢。哎，请坐。哎，你也请坐吧。真是丢人呐，生了这么个女儿。上回跟你说的，能做到吗？婚礼的事情，我们已经在准备了。您放心，我保证让小陈嫁得风风光光的，让人无话可说。还有，我跟小陈商量了一下，想接您去上海，从今往后和我们一起生活。你好有钱呐，怪不得邻居们说我家小陈很有本事。上次带回来那个穷小子姓沈的，说踹就踹了。妈，怎么了？嫌贫爱富，还不让说了？可是不是你想的那样。那是什么样啊？书上来了。书上来，我说，严小晨，你可别忘了，小的时候你爸是怎么教育你的。是，姓沈的那小子是穷，可是穷是他的错吗？你们还年轻，只要愿意努力，还怕过不上好日子？你说你学点好的不会吗？哎，净学这些爱慕虚荣的东西。我年轻的时候要像你这样，就没你了。行了，行什么了？天天街坊邻居戳脊梁骨的骂着，你把你爹妈的脸都丢尽了。我爸现在要是还在，他肯定会相信我。对不起啊，我妈她……你妈她其实为了你好，怕你一不小心看错人。不过你放心吧，我跟你妈已经说明白了，她收拾收拾，今晚跟我们一起去上海。你怎么说服她的？当妈妈的都是为了女儿着想的。虽然你妈脾气不太好，但还是很在乎你的。谢谢啊。还说谢谢啊？